2024年的开春，我和彤彤来到越南旅游，5天4夜的双龙湾跟团行程。第4天来到行程中的另一个重头戏鹿龙湾。抵达鹿龙湾之前，还有一个景点壁洞寺，但启程前先润润喉，解解渴。从饭店到壁洞寺的途中，导游在车上跟我们分享3件在壁洞寺游客常常遇到的事件以及应对方法。第一，下车后有人向我们兜售明信片，如果没有兴趣或没有意愿买，请不要问多少钱。我们旅游时间又接近过年，越南的小朋友跟台湾一样都已经放假了，会来这里帮忙做生意。一旦开口问价钱，小朋友就会认为我们有兴趣，然后就会一路跟着。当然不买他们也不会怎样，只是一路死缠烂打跟着，旅游的兴致多少都受到影响了。第二，会有人问要不要拍照，3张100，3张100还帮忙护背，这个价钱还可以接受吧？但其实最后洗出来的照片可不止3张，所以请对方拍照之前务必谈好，只拍3张，多洗的照片本页都不会付。他刚刚有帮我们照相，然后等下出来就会洗好，就是给你。哦，真的？他会强迫。有的人会觉得啊，你都帮我拍了，好来，我付钱。第三，上下阶梯会有好心人士主动来搀扶我们。说到这里，聪明的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服务是要钱的，所以看到有人伸手过来，请坚定的拒绝对方。就这里哦，这么小吗？就这个。我来看看这里。告示牌上面写着不要购买图片，不要换钱，最后禁止在屋内按摩。蛮好奇这里哪来的屋内可以按摩啊？到达后，大家朝着壁洞寺方向走去，果真就遇到拿着相机的人，应该有人跟我一样，对着这个人都充满着警惕。结果，这位大哥是旅行社请来帮大家拍大合照的啦。拍完团体照，继续往下走，就在门口排队等照相时，骗游客拍照的人真的现身了。已经被导游打预防针的我们，当然没有人理会他。虽然如此，他还是自顾自的帮我们拍独照。这手法在20多年前我就听过，当时父母去泰国玩，妈妈带回一张骑大象但表情不怎么美的照片，大概像这样。好奇妈妈怎么会买这样的照片，妈妈说是别人拍擅自洗，并拿到面前兜售，因为不想自己的照片被人家随手乱丢，感觉怪怪的，所以花钱买下。而我们今天竟然遇到了妈妈的事件，已经快30年了耶！这种赚钱手法竟然会流传到现在。小心吧。湿湿的，阶梯的湿滑滑的，各位小心啊！等下那个下坡啊，等下下去的话要特别小心。可能爬上去就没问题，但是下来的就不要小心了，这个很滑。哇，好滑啊！前面导游说的第3点，搀扶会被收钱，这一点我觉得很奇怪。壁洞寺的路看起来很平稳，即使有阶梯，也不至于需要有人搀扶。到底是谁会这么废，让人看起来需要去搀扶呢？到了，要到上庙了啊！中间的小寺庙的拜观世菩萨，左右两边的是拜山神跟土地公，左边的是山神，右边的是土地公。疫情期间修整的，疫情之前还像取消线。这是韩国人还是韩国人？对啊，我觉得很像韩国。这样是什么？叠越高越幸运的。爬上来也好看。你去那个花莲的七星潭也是韩国人会去叠石头啊。对啊。准备回程时，导游还特别提醒我们：回去呢，各位要注意的，要那个小心，因为上去的话呢就不滑，但是下坡了就滑的。这个真的好滑，刚上来就觉得很滑了。这一定要扶着，更要小心。对，要更小心了。要扶着。
有鉴于昨天早上在英雄岛滑倒，所以我格外谨慎。彤彤是青春美少女，咻一下就下去了，而我则是边走边鬼叫，心想这楼梯也太陡太滑又太长了吧。然后我忽然感觉到有人来扶我，我要被收钱了，正想要拒绝他，转头一看，啊，是导游啦。准备离开壁洞寺时，有位越南小姐拿着一开始在门口私自帮大家拍的照片靠近我们，尺寸是 A5 大小，还互备好了，一张2万越南盾。有团友回：“你给我拍的好丑，我不要买。”我看照片时，咦，把彤彤拍的不错呢。算一算才台币30元，自己拿回台湾不会洗，更不会去互备。旁边的彤彤看我的表情说：“你不会想买吧？告诉我说不要买照片呢。”只能说内心深受妈妈的话影响将近30年，自己的照片被人家丢在垃圾桶，怪怪的，更何况是宝贝彤彤，所以买了。总结来说，我们遇到拍照3张100的摄影师，贩卖明信片的人，只差搀扶要收钱的人没遇到，但导游没说的我们也遇到了。哇，本来壁洞寺只想减3分钟，没想到多1倍，不好意思让大家听我讲太多废话了。中午被带去填饱肚子后，就开始了今天的重头戏——鹿茸湾。我觉得跟团的好处就是不用排队买票，也不用去跟店家沟通，只要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就好，反正旅行社都张罗好了。然后换手不要放外面，对，他说会夹，会把船弄坏。鹿茸湾很难介绍，加上我的用字遣词都极其白话，无深度无知识，无法让你们有身临其境的感受，所以我公器私用，用美景当底，借此跟观众分享晚上回酒店东西不见的小惊魂。彤彤怎么了？不想带？哦，好，那你就不要带。我们5天4夜的行程中，最后2晚都住在葛兰美爵酒店。第4天晚上，因为参加自费热石按摩，所以11点才回到酒店。一回房间，彤彤就想看电视，左翻右找的，就是没有看到电视遥控器。我们记得早上离开酒店时，遥控器被我们放在棉被上，该不会防务人员在换床单时没注意到遥控器，棉被一卷，直接丢入洗衣桶了？为了怕退房时酒店发现遥控器不见，要求我们赔偿，一来一往的争辩肯定会耽误所有人的行程，因此我觉得要赶快澄清，在群组传讯息给台湾领队，问遥控器不见了怎么办，但领队没有回应。其实领队在晚上8点就先陪同不按摩的团友一起回酒店，晚上11点多有可能已经睡着了。为了不让人家说嘴，跟团出去玩的人都变成巨婴，只好自己打去跟柜台反映，然后工作人员先来房间找一遍，抽屉、床底下都找了，真的找不到，随后就补了1只遥控器给我们。幸好没有要求我们赔偿，虽然赔偿不会损失很多钱，但好心情却会损失很多。洗漱完毕，彤彤累了，先行入睡。我拍完伴手礼的开箱影片，再把伴手礼塞进行李箱后，都快要凌晨1点了。就在我掀开棉被准备就寝时，我看见棉被底下靠近床尾的地方有一个黑黑的东西，没错，就是遥控器。因为遥控器是靠近我睡的那一侧，所以先入睡的彤彤才没有发现。我在睡觉。你在这边想睡觉，你已经习惯那个忙碌的生活，太悠闲了。被我们放在棉被上的遥控器，防务人员真的没瞧见，直接把被单打平铺回去。跟团友分享时，大家也才明白，原来酒店连住2晚，床单没有更换，只是铺回去而已。说回鹿茸湾，整个游船行程大约2小时，沿途边上有几处这种寺庙，这一座是新建中，不过我们是跟团，行程不上岸参观拍照。我想如果放行，没有导游及领队在旁边，一来时间难以控制，二来游客多次上下船，摇摇晃晃，落水的机会就会增加。记住拿东西的，不要忘记哦。啊！还有有保斗笠。哎，你看好。空气的。他本来就会送我。对啊，我本来想说没了就算了。哎呦，我这鱼好多哎！哦，这边就好清楚哦，这好
清楚哦。来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一个，好，您先。握个手，不要拉啊。好，来换我，谢谢。小心走中间了，各位，走中间哦。跟鹿龙湾说再见后，我们坐2个小时的车程，再回到河内。影片的最后是今日晚餐，喜来登饭店的海陆豪华自助餐。说真的，4天下来3餐都是豪华大餐，真的吃到怕。所以海鲜再怎么丰盛，也吸引不起我的兴趣，反倒是甜点让人印象深刻。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, way back a year ago. I'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is time.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be fine. I strive just to say I'm alright.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I'm alright. I've 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. 然后明天最后一集，对，我就是这么多心得，这么多话。第5集将分享明明喜欢别家旅行社下龙湾的邮轮，最后却没有选择的原因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。